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大汉复选角又炸了，吴磊所获去病，刘宇宁谈卫青。先把你腰表和官宣之间的门看清。这2天娱乐圈最微妙的一条路边社消息，说的是36岁的刘宇宁正在接触一部历史正剧的选角，角色大概率指向卫青。同一波传闻里还挂着吴磊演霍去病。这部剧就是已经在各大片单里挂了好几年的那个名字大汉赋武帝篇。更有意思的是，同一篇爆料里顺手处理了另一条传闻。刘宇宁之前被传接触清朝戏贤血，但那部戏男主需要剃光头，而他后面排了一堆综艺档期，不适合剃，所以估计不会接。反推回来，他更适合的方向反而是不需要剃发的汉朝题材。这套推理当然充满了娱乐好事的脑补色彩，但他之所以能骗到转发量，是因为大汉赋这个项目本身的底座是真实的，而且足够重。先把地基稳住再说楼上的花边。大汉赋武帝篇不是哪个营销号拍脑袋编出来的项目名，它的备案制作方是西安曲江大秦帝国影业投资有限公司，40集，每集45分钟。2024年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专项资金扶持，并且连续入选了2025年、2026年央视总台大剧看总台电视剧片单。出品联合创作方这边站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腾讯视频，再加上西安曲江那条做了大秦帝国系列的班底，导演挂的是王伟，白夜追凶问苍茫都是他的作品，编剧是董哲，擅长重大题材的剧本架构。这些信息加在一起，就已经决定了它不是一部可以随便糊弄的古偶换皮，它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写在脸上。继大秦帝国系列之后，央视加曲江加腾讯视频要把西汉武帝这一段拍成下一代的史诗正剧。至于现在拍到哪了，截至2026年6月公开的项目进度仍然显示，大汉赋武帝篇处在剧本修改阶段，还没开机。多家娱乐信源给出的预期窗口是2026年第4季度才可能正式启动拍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会看到满天飞的拟定阵容接触中有望出演项目越重，开机越悬而未决， casting 的真空期就越长，而真空期就是传闻最好的繁殖温床。回到那条最抓人的线，汉武帝刘彻到底谁来演？这个角色之所以能把选角话题炒成比宫廷权谋还精彩的争夺战，本质原因是他不吃单纯流量这套。汉武帝需要撑住的是一个从少年即位、中期雄主雷霆，到晚年巫蛊之祸逐步走向孤夷的完整弧线，年龄跨度大，心理复杂度高，而且观众脑子里还压着一个陈宝国版汉武大帝的经典参照物。于是你就看到，从最早的片单亮相阶段，2022年12月大汉赋就以历史正剧身份进了总台片单第一板块，匠心原创，铸就经典。到现在，围绕刘彻人选的名字换了一茬又一茬，胡歌、于和伟、邓超、陈建斌、黄晓明、任嘉伦、张晚意全被网传过。其中邓超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百度百科词条和部分娱乐资讯直接写了主演邓超、江疏影，但也明确标注了以最终官宣为准。换句话说，即便某些渠道放了名字，也不等于合同权锁死，开机就能就位。2026年4月还出现过一轮任嘉伦有望接触的热搜，结果评论区直接变成大型辩论赛，一部分人认为任嘉伦古装颜值在线，粉丝基本盘能带动年轻观众入场，另一部分人直接对回来，汉武帝需要的是帝王霸气和历史厚重感，不是古偶深情人设。这场架吵到最后，你会发现
大家对任家轮行不行其实没那么在意，大家在意的命题是，这一部顶着大秦帝国血脉名号的央视正剧，到底还尊不尊重选角门槛这4个字？而正是在刘彻人选还没完全落定，但项目一直在牌桌上这个前提下，霍去病和卫青这2条副线就成了最容易往外露，也最容易被人反复翻炒的 casting 话题。先说霍去病这个角色，在大众想象里几乎自带一套选角说明书：少年将军，玉安角弓，17、18岁带800骑突袭，20出头封狼居胥。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个长得帅的小生，而是一个能在马背上成立，在军阵尘土里不显违和的年轻躯体感。吴磊之所以反复被挂在这条线上，说白了就是他过去几年积累的马术加动作戏加硬朗古装的记忆点太深了，观众一想到少年武将4个字，肌肉记忆就往他身上跳。2025年下半年到2026年的多轮网传版本里，吴磊锁定霍去病这个说法几乎成了标配配置，有些娱乐号写得像已经官宣了一样，甚至直接列出邓超、江疏影、吴磊等共同主演的格式。但你翻回项目本身的公开进度，就会发现没开机 ，casting 未最终落锤。这些写法本质上都是把拟定名单当官宣的老操作，它能反映行业内部的讨论方向和一部分人的期待，但距离实锤还差一个正式发布会。再说卫青，也就是刘宇宁那条传闻真正的核心。卫青这个人物，在正史里的故事线本身就极其耐嚼。史记写他母亲卫傲与郑季私通，生下卫青。早年在公主府做骑奴，照顾马匹。因姐姐卫子夫入宫封后，才逐步被看见，然后以骑将身份起步，一路打到大司马大将军，娶了汉武帝的同胞姐姐平阳公主，与外甥霍去病并称帝国双璧。他一生最醒目的性格标签不是猛，而是稳功高不震主，不养门客，低调谨慎到连汉武帝都挑不出刺。放到剧作结构里，这意味着卫青不是那种靠高光台词刷帅的配角，而是靠分寸感，靠在君臣权力缝隙里走钢丝的微妙表演来立住的重型配角。在40集到60至80集体量的史诗结构里，卫青这条线的戏份权重，往往能吃掉相当于一部普通古偶大半季的存在感。那刘宇宁为什么会被转到这个位置上？娱乐号给出的理由有2层，一层是外形适配论汉朝造型下的刘宇宁，配合他此前演过的若干武将类角色积累的屏幕印象，至少第一眼不违和。另一层是年龄论36岁，放在卫青从青年将领走到中年大将军的时间线上，不算离谱，当然也不会有人拿他碰刘彻。那个位置需要的是另一套表演维度的压场。这些论证放在传闻层里能自圆其说，但你要是真把它当已发生的事实，就容易踩坑。因为卫青真正难演的地方，恰恰不是武将饭够不够，而是你能不能在每一次立功之后，每一次汉武帝递过来的试探目光里，演出那个我在场，但我绝不越线的分寸。这不是造型和马战能解决的，是台词节奏、微表情、身体语言的活儿。更要紧的一点是，刘宇宁当下的职业路径本身就是唱跳歌手综艺高频曝光，影视多期的结构，而央视像正剧的选角逻辑里，综艺曝光率和角色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双刃剑。它能带来年轻观众入场，但也会触发历史剧核心受众最敏锐的滤镜检测器。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刘宇宁谈正剧的传闻浮出来，评论区都会自动分成2波，一波说人家肯沉下心接正剧就是好事，你管人家从哪条路来的；另一波直接搬出汉武大帝的参照系，意思是这么重的盘子，你敢把关键将星交给没有证据背书的人？
这里面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但很有意思的旁证。原爆料铁顺嘴提了一句：魏家的出身私生子，其奴武姬在当时从朝野到民间从未有人拿来做文章，说明古人远比现代人想象的更开明。这句话半对半错，对的部分是《史记》确实没有把卫青的出身当道德污点来打，汉武帝的政治操作也确实利用了外戚新贵来对冲老牌诸侯功臣集团的势力。卫子夫能以歌女身份封后，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权力重组的缩影。但古人更开明这个说法容易滑向浪漫化汉出对出身的容忍，本质上是政治实用主义的副产品，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卫青能在军中站稳，靠的是战功和绝对的政治忠诚，不是什么时代的包容氛围。把这个区分开，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卫青这个角色在剧里不能写成爽文逆袭模板。他要是一路靠我出身低，但我努力的鸡汤逻辑走，那就不是大汉赋要的司马迁般故系谱下的历史叙事了。再补一条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时间线细节，大汉赋这个 IP 最早在2022年12月就进了总台片单。2023年前后还一度传出过由历史剧经验更丰富的胡梅参与的相关筹备讨论，后来导演署名稳定在王伟名下，他从亮相到反复打磨剧本用了远超普通商业剧的周期。2024年拿了专项资金扶持，立项公示在2024年3月出现。2025年版片单写着计划同年首播，但显然没实现。到了2026年1月的片单发布会上，仍在将陆续登陆央视的表述里。这种一直在牌桌上，但一直没翻到开拍那一章的状态，恰恰是选角传闻最密集滋生的土壤。因为项目足够真、足够大，所以每一个名字挂上去都能换来点击。又因为 casting 确实还没到最终官宣的那一步，所以今天转邓超，明天转任嘉伦，后天转吴磊锁定，大后天转刘宇宁，再谈他们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同时都不算数。顺便说，网络上还有人把大汉赋和大唐赋打包讲，说上部李世民，下部武则天。这个属于把多个 XX 赋命名的历史项目混在了一起讲的效果。大汉赋系列目前公开进度明确的是武帝篇刘彻和光武帝篇刘秀2套结构，其他朝代的赋系项目名称虽好听，但至少在目前官方披露的信息链里，不要把它们当作同一个剧的不同季来默认。如果你把这几条线叠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很实在的画面。大汉赋武帝篇是一个已经拿到扶持，进了2个年度央视大剧片单，由曲江央视腾讯三方拖着的真实盘子，导演和编剧有名有姓，主线内容文景之后的诸侯问题、推恩令、盐铁经济集权、张骞通西域、卫青霍去病的对匈战争，也都是正史上明明白白写死的骨架。卡住他的不是做不做，而是怎么做的够重、够准、够不丢人于史册。在这个卡口上，汉武帝选角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成热搜，霍去病每次被挂在吴磊身上都显得合理，但又不等同于定案。卫青这条线会飘到刘宇宁这类有话题但有争议的跨界名字上，也完全是信息真空期的常规操作。至于谁最终做到化妆以里，谁的盔甲上会真的沾到横店的泥，那得等剧组自己把开机发布会摆到台面上，而不是等营销号替他填你腰表。